美国媒体和美国太空军如此渲染俄罗斯反卫星实验是有私心的，很可能在这次试验的碎片被观测到之后啊，包括雷蒙德在内的美国太空军的首脑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俄罗斯反卫星实验曝光，美国太空军呢总算等到机会了。10月16号啊，俄罗斯实施反卫星实验之后，美国太空军司令雷蒙德立刻把记者找到自己的办公室，安排了一次专访。他通过记者表达了自己这个军种对于美国是有多么的重要，对人类有多么的重要这种危机公关的本事我觉得还真是叫人佩服的反卫星作战呢，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试验了，始作俑者就是美国人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个试验了地面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武器，用的还是核弹头。苏联呢紧随其后，在70年代研制了一种天对天的反卫星武器。描述这种武器作战形式的油画呢，至今还陈列在莫斯科的军事博物馆里。到了80年代，美国又尝试了另外一种反卫星武器，就是用 F-15战斗机在空中发射反卫星导弹。但是呢，因为它的发射的高度没有超出大气层，所以还是被归类于地面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武器。再后来无论是美国实施的燃烧冰霜反卫星行动，还是印度实施的反卫星演习，直到这一次的俄罗斯击毁宇宙1408号卫星，所使用的都是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武器。所有的国家都小心翼翼，没有在太空里面部署什么攻击性的东西。所以现在就渲染宇宙大战这种事情是没有必要的。至于空间碎片的问题，虽然它的威胁不能忽视，但是也没有严重到人人自危的程度而且无论中国、美国还是欧洲，都有一些创业公司正在推出空间碎片清理计划，相信在未来10年我们就能够看得到行之有效的技术演示。美国媒体和美国太空军如此渲染俄罗斯反卫星实验是有私心的，很可能在这次试验的碎片被观测到之后包括雷蒙德在内的美国太空军的首脑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任何一个军种会不会受到重视，取决于它会不会面临实战，在实战中的强度有多大，会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如果俄罗斯或者是中国真的决心和美国打一场太空大战，那么参战的首要责任肯定就会落到了成军不久的太空军身上了。为了打赢空间作战太空军就要申请大量的经费，研制和部署对宇宙监视传感器阵列，包括雷达和光电体系，部署的密度和运行的强度会比现在要增加1到2个数量级。而且太空军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国会和军方高层申请经费和编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作战部队。如果太空军真的编制了火力打击部队，那么军种的地位和作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具体来说，太空军可以装备的武器包括地面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导弹、空间作战卫星、专门的军用空间站等等。再长远考虑一些，美国太空军还应该考虑把部队直接部署到月球或者是小行星上去的可能。曾经在科幻电影中描述的一切就要变成现实了，那这样的前景怎么能不让雷蒙德司令兴奋呢？但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让美国国会相信，真的有一场宇宙大战在前面等着美国。俄罗斯的这次实验给了美国太空军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在中美俄3个太空大国当中，中国与俄罗斯都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拥有一定的反卫星作战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俄罗斯反卫星试验的反应要比2007年初指责中国的那一次声势浩大多了。那一次美国军事航天部队仅仅是通过纸质的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而已，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在试验的第2天，美国的国防部、航空航天局和国务院就一起跳出来齐声谴责俄罗斯破坏了空间环境，一副绝不善罢甘休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测，在下一个年度的军费开支当中，美国的太空军
肯定会为自己加上一个长长的清单，来大幅强化美军的空间对抗能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这个雷蒙德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想干啥。在他的太空军司令部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想象图，号称是最接近于机密信息的太空军战斗系列图。头上有机载的反卫星的激光器，瞄准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卫星。图上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国的军用卫星，包括所谓的空间态势感知卫星等等。既然美国太空军认定自己要抓住机会，把宇宙空间变成一个新战场，那么其他国家也必须提高警惕，采取有效的手段，不能让美国的太空军为所欲为。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